你说谎，正在玩一款扮演领主称霸大陆的游戏《昊天境领主时代》。此时你去了密室，还需要29个迷方来到诗会。于是乎，甲板上各类才子出现，头顶上青色的都没有 NPC 信息，都是属于可以招募的文官、谋士类人才。他们会长出才艺、谈魔力之术之类的。为了顾及才子们的脸面和尊严，各家的报价都不会太低。但今年情况却不太一样。每当有才子论坛结束后，台下总会有人喊道：“某市岩浆城外派领主秦元昊，就木先生之才华，愿出资每月1斤酬劳，求天任出山助我。”此话一出，现场众人面面相觑，都替他感到尴尬。秦昊无所谓啊，碰运气呗。万一真被他1斤给忽悠来一名人才了呢？做人总得有梦想的嘛。只是等到重复了10几遍之后，系统提示响起：您的行为使岩浆诗会区域内的所有 NPC 对您的好感度10。听了提示，他直接无视，厚脸皮才能捡漏，继续不断喊价，还真给他捡到一位无人报价只用了2金币的人才 NPC， 心中那就一个激动呀！龙船上，迷方眺望秦昊走的方向，忍不住皱眉，这家伙真让人生厌。你呵呵一笑，你笑那人多可怜啊！他喊了一晚上，就只想招募一个人效力，就让点给他吧。迷方问：“此人是妹夫的朋友？不是陌生人。”你笑了笑，就有在此，自然能帮就帮。毕竟谁让你就是这么一个3观入册正派的好男人呢？绝对不是故意让小人有收益，然后刺激武夫加大游戏力度。而在你的有意安排下，秦昊收获了3个 B 级、5个 C 级人才。正当他美滋滋的清点收获时，你耳边也响起了提到系统提示音：尊敬的玩家，您的将领官毛正在修行家传吐纳术，并成功突破自身潜力上限，晋升为 SS 级名将。官毛新优主攻之旅已经发送第99封家书，其兄关羽已得消息，正在快马加鞭赶来。张飞得知义兄关羽的行踪，正在紧追关羽的步伐。一位修仙之人注意到您领地内传来的修仙秘闻，正在暗中观察您的领地。舒服，这一波又是什么都没做，就在诗会上喝茶摆烂。领地里就接连传来了好几的好消息，秦军，你可要好好努力呀！与此同时，秦昊悄悄摸摸的溜到了你这龙船附近。没错，他已经提前花大代价置办好了 A 级道具迷迭香，可以强行招募3名妻妾。要知道，这艘船上可是还有迷氏这种 S 级妻妾啊，更有 S 级太守之女。趁着几位千金不注意，迷迭香使用。他刚用完，系统就传来了提示：迷氏特性忠贞发动，拒绝了此次招募，迷迭香失效。秦昊懵了呀！太守震怒，居然对我的女儿使用这种东西！来人，把这狂徒给我拿下！一群士卒立刻冲到秦昊身边，将他五花大绑。他方才意识到不对劲，连忙求饶：“等等，这其中有误会，妻妾们，速速来为魔家说情啊！我是你们的夫君！”一个威严的中年男人从龙船后方走出，这是岩浆太守范蠡，当场怒斥：“大胆狂徒，当众调戏良家！”断手可耻！来人，将此贼铲活！秦元昊是真的要吐了呀！为什么他万无一失的计划会变成这样？明明在前世迷迭香效果如此巨大，为什么现在却没效果了？难道是出现游戏 bug 了吗？还是说我的记忆混乱，记错了攻略？这一刻，他是真的怀疑人生了。被狮子木头的船边直接当众棒上巨石，沉入湖底。扑通，湖边溅出大量水花，一个水条在湖底急速减少。秦昊嘎了，徐峰来摇摇头，真是没脑子的家伙。他以为上了龙船就能招不到人才吗？拦住女剑就能泡到妻妾？这游戏哪有这么容易？你笑了笑，深藏功与名。秦昊的确有计划，也确实动用了底牌。如果没有你在场的话，他的计划或许能成功。但可惜他用什么道具不好，偏偏要对迷氏去用，结果就是刺激了武夫，让道具效果被强行抹除。而此刻复活了的秦昊听着耳边不断传来的游戏提示，吐血三声。尊敬的玩家，您的恶劣行为导致岩浆区域好感度-20，让您在本城招募的人才羞与你为伍，集体忠诚度下降20点。您的文官王不悔、谋士张念之、武将求望，因为忠诚度低于60点，触发叛逃事件。此3人已叛逃您的阵营，恢复自由身。尊敬的玩家，您麾下的部分人才忠诚度较低，请注意善待人才，否则将出现不可预料的危险后果。为什么会这样？秦昊是真的要吐了呀！甚至他刚复活没多久，想离开岩浆城去别的城镇碰碰运气，半路上还遇到了土匪，又死了一次。秦昊嘎了，视角切换到你这边。经历了刚才那场闹剧后，你搂着害怕的迷氏安慰，迷氏委屈的在你怀中哭了几声，然后脸颊微红，面目含水。夫君勇猛，妾身又身孕，实在是不可承受，是否要再考虑当个妹妹呢？
这游戏不愧是古代背景，这不真实的吗？楼进密室，从他口中得知，那女子与弥家素有往来，是弥氏的好姐妹。只是此女自身有些古怪，虽为女子之身，但不爱红装，爱冰装。曾与兄父同上战场，一手剑术出神入化，端的是英姿飒爽。听到这话，你脑海中顿时冒出来了一个名字，脱口而出：夫人，你的妹妹可是姓孙？弥氏眨了眨眼，没想到你一猜就中，烟嘴惊讶道：呀，夫君已经知道了吗？她便是冠帝孙氏之女孙尚香。果然，你一听顿时翻了翻白眼，对不住了，刘皇叔，你的一切我继承了。这可是孙尚香呀，孙策、孙权之妹，江东猛虎孙坚之女。亲了弥氏几口，二人正准备回家，就被侍女喊去，说是太守相邀。跟着侍女来到龙川核心区域的一个厅堂内，范蠡坐在主位上，旁边都是沿江城的一些大官贵人。29个糜芳也在列。范蠡对你很是欣赏，开口夸道：果然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这个岩浆也找不出能胜于你的俊杰。本官听糜芳说，你早与弥氏成婚，却得圣上外派灵柱之命，匆忙去乡野间为国家效力，这几年从不归家嘛。你点头承认，这游戏很合理啊，毕竟都帮自己圆上了。是。范蠡淡淡一笑，你不想家嘛，又要娇妻，去乡野里受尽苦难，哪里有在家中享福来的自在？你要都否定，神色坚定。太守自言差矣，若人人都如此想，何人效力国家？何人照顾百姓？身为外派领主，自该为国效力，为圣上分忧。乡野之地再苦再难，又能如何？弥氏是我家，但若无大家之安康，何来小家之福气呢？留得功德在我身，对错自有后人说。一番话说的是冠冕堂皇，让在场众人纷纷鼓掌，对你也高看几分。范蠡点点头，说的不错。游戏提人一想起，尊敬的玩家，您的表态成功获得范蠡的好感加30。一番交谈下来，他对你十分认可，交给你一个4品官印，效果是可以让4品以下的官职提升一个等级。至此，诗会副本算是落下帷幕。回到领地后，尝试了下去酒馆招募 NPC， 想看看能否再碰碰运气。结果半小时下来，啥都没有，都是一些 D 级、F 级武将。正准备离开之时，砰的一声，结果大门被人推开，一个壮汉走进酒馆，来到你面前坐下。恭喜玩家触发了 NPC 招募奇缘，主动投效。这也行啊，触发2%的人才主动投票概率啦！瓜脸壮汉目光灼灼看着你，敢问阁下，可是沿江近日盛传的爱国之人萧凡少侠呢？刚点头承认，他猛一拍桌子：萧凡阁下，若不嫌弃，某家愿拜入你门下，愿阁下带我征战沙场，杀敌报国。你要投效我？然也，为何？总得有个缘由吧？瓜脸壮汉双手抱拳，诚恳道：不瞒上下所言，某是农户出身，家母自幼教导某家爱国之道。成年后，于年前告别母亲，入城以求从军。在这途中，听闻士族谈论少侠之事迹，听闻少侠功绩显赫，备有次字，彰显爱国之名，却是不求荣耀，一心报国为民。不怕少侠耻笑，某家自幼也有母亲次字，与你之事颇为相似，你我共为知己，自该同力团结，为百姓出力。说完，撕碎衣裳，转身背对，4个灼灼大字映入眼帘：精忠报国。你浑身一震，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某家姓岳，字彭举，单名一个妃子，中原汤阴人士。阁下可愿收下某家？你听完后松了口气，很好，实锤了，不是岳飞的弟弟岳跑，没有再遇到当初关毛的招募情况，是货真价实的岳飞。连忙握住双手，如此爱国之事，是天赐给我的生死之己。从今日起，你我并肩作战，为国为民，生死不离。恭喜玩家招募 SS 级人才岳飞。看了一下，他技能中有一项名为百战百胜，每次率军胜利后获得经验翻倍，累计10次，士卒有50%概率转化为岳家军。岳家军的特性更离谱，每一次战斗兵种品级压制+1，士气永远最大值，并有1/1000概率让对手目标当场死亡。离谱，真的就离谱啊！这时各地玩家也注意到了榜单上发生的变化。我操，兄弟们，快看排行榜！将领榜单，榜一大哥又发力了。昨天的 S 级将领变成了双 S 级，今天又多了个双 S 级将领。我真的就在刚刚几分钟之前更新的数据，我操，榜一大哥牛逼啊！整个岩浆城乃至华夏地区的玩家都在世界频道上聊着刚刚更新的排行榜单。他们虽然不知道你招募的是什么将领，但知道榜一大哥又变强了。开服第1天，大哥拿下3S 级领地；开服第2天，大哥怒刷攻击榜单1451点攻击；开服的第3天，大哥的 S 级将领直接变成双 S 级；开服第4天，大哥直接2个 SS 级将领，全面领先，好短板，这也太强了吧！好啦，运气真的有用这个系列第1季的剧情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啦，完结撒花。本作虽然是个网游题材，但却是个比较新颖的吊打重生者的剧情，和重生者之间的对比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对后续剧情还感兴趣的，可以在番茄小说手机端搜索运气真的有用，
第一个就是啦，目前改编进度对应原作第57章，从这儿继续看就行。那么我是卓卓，我们下个系列再见，拜拜。